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有才。记得以前做学徒时，师傅教过一道特别好吃的下饭菜——木须肉。今天有才就按照师傅的做法，把这道菜重新做一遍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用到的主要食材有里脊肉1小块，鸡蛋3个，胡萝卜、黄瓜各1小节，搭配菜品颜色，黑木耳、黄花菜适量。开始改刀。记得以前师傅曾说过，丝配丝，条配条，片配片。既然胡萝卜和黄瓜都切成了片，那么也把里脊肉切成片吧。把改刀后的里脊肉片放在祖传大铝盆里开始腌制，打入一个鸡蛋清，增加肉片的嫩滑度和亮度。蛋黄放在蛋液里，等下能用得着。把肉片连同蛋液一起搅拌一下，然后加入白糖少许调口感，食盐小半汤匙调咸味。为啥酱肉片要提前给盐呢？后期调味时再给盐不行吗？当初作为学徒的我也有同样的疑问。记得当时师傅的解答是：肉丝、肉片、猪肝、鱼片等这类食材要保持它的滑嫩度和新鲜口感，烹饪时间一定要短。烹饪时间短，肉质才会不老不柴。而如果要在短时间内让这类食材入上味道，似乎也很难。所以这才有了提前给盐腌制一说。当然了，提前加老抽上色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只要抓拌一下，把肉片抓黏糊，再来点淀粉锁住肉片内部的水分，再次抓匀备用。再来收拾其他辅料，黑木耳去除根蒂后撕成小朵，黄花菜掐去根部硬节，避免影响口感。如果要想做的再精细一点，把黄花菜顶端的花蕊也给去除。看，料都备齐了，开始烹饪。先把黄花菜和黑木耳放入锅中焯下水，大约2分钟后，下入胡萝卜片也简单烫一下，然后把它们捞出冲洗干净并挤干其内的水分备用。当时做学徒时看到师傅这般操作，我就问道：既然胡萝卜片烫一下比较好炒，那黄瓜片怎么不烫一下呢？记得师傅当时的说法是，黄瓜一焯水就会变得特别难吃。再次把锅烧热，锅内加入比平常炒菜稍多一点的油，待油温30成热时，把肉片下入锅中，连推带扒拉把肉片炒熟炒散，大约20秒后，家庭小灶可能需要40秒。不要迷信肉一定要有多嫩，前提是一定要保证把肉片烹熟。把烹熟的肉片捞起控油备用，不用刷锅，向锅内加入适量底油，待油温烧热时，下入蛋液。蛋液一凝固成熟，就立马把其倒入漏勺控油备用。记得师傅当时说，这样可保证鸡蛋的口感滑嫩暄软。当然了，仍然不用刷锅，向锅内加入猪大油少许，来点姜粒3粒，稍扒拉几下，把姜蒜的香味扒拉出来，下入黑木耳、黄花菜、胡萝卜片，开大火爆炒，利用炉内大火力的加持，逼出配料中的水分。这是这道菜干香的关键。要是成菜看起来水辣的，不用尝，味道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。哐当哐当的爆炒个20秒左右，下入黄瓜片继续爆炒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让各食材的鲜味、香味互相融合，互相渗透，这或许也叫复合味吧。劈头盖脸的炒个15秒左右，加入鸡蛋和肉片，稍哐当几下，加入料酒少许去腥，味极鲜适量调味，再来点盐补味。盐为百味之首，完全用生抽酱油来调味，和用生抽酱油混合盐来调味，这两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这些都是一些做菜的小细节，需要靠着自己的用心体味去积累这些做菜的经验。再来点白糖和胡椒粉调复合口感，继续爆炒个10几下，再来点香葱段和香油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高粱1日3餐记得按时吃饭。这里说一下，这道菜在酱制肉片时加入了老抽，在后期烹饪时一定不要加老抽调菜品的颜色，否则会使鸡蛋、胡萝卜和黄瓜的整体色泽变暗。其他也没啥要说的了，拿我馒头吃饭吧。